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平台，可以开通新加坡花旗银行的公司账户。这个账户是一个多币种账户，可以接受美元、欧元、英镑、港币、人民币、日元、新加坡币等币种。除此之外，还可以申请开通美国富国银行或者美国花旗银行的公司账户，可以通过 SWIFT 或者美国本土的 ACH 接受美元入账。如果你是做欧洲地区的贸易，也可以开通英国本地和欧洲本地的银行账户。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没有外汇出入金的金额限制，提现金额可以直接人民币入账。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提现，用账户内收到的钱直接支付货款给供应商。除了基本的收款功能之外，你也可以操作转账付款到全球的任何地区。可以说，这个平台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支援渠道最多、币种最全面、功能最丰富的收付款平台，强烈推荐有相关需求的小伙伴使用。首先需要提醒大家，这个收款平台目前只能支持公司银行账户的申请。如果你有公司有营业执照或者个体户的执照，都是可以申请成功。如果你没有营业执照，想要以个人身份收款，那么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做的个人收款教程。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做外贸、做境外电商或者是做开发者，收款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本人是做 YouTube 的，在开始发展我频道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收款。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能够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收入。说白了就是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搞创作。所以我研究了很多个人的收款通道，比如可以利用潘银来接受 AdSense 的汇款，可以利用 Stripe 来接收自建站或者其他小额汇款。但是这些方式都有一些缺点，比如潘银收款的汇损会比较大， Stripe 的风控比较严格，提现的过程也比较繁琐。之后我又分享了 Pimple 这个收款服务，开户的证件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注册的流程非常简单。收款不仅支持亚马逊等各大电商平台，还支持 Google AdSense、Google Play、苹果开发者平台。不仅如此，这个平台还可以开香港花旗银行的虚拟信用卡。就在我惊呼这个平台厉害的时候，我又发现了这个平台竟然能够开通公司的银行账户，这就不仅仅是厉害了，简直是任何一个做外贸人的天使。接下来我会和大家演示这个平台如何开户、如何操作，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注册链接和我一起操作。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申请的就是公司的银行账户。如果大家到官网直接点击注册，申请的是个人的收款账户，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在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点击视频下面的注册链接，就会跳转到平台的网站。这个平台的名字叫做 Pimple。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平台是零开户费、零维护费、零入账费、零管理费，总体来说是开户使用的门槛是非常低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付款方也是使用的 Pimple 账户，可以做到实时到账，非常快速。Pimple 是从2014年就开始布局运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服务范围、用户数量还是交易额，在第三方的收款平台都是排名前列。我们下面直接点击右上角的注册，在这个页面输入自己的注册邮箱、密码、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后，我们的注册邮箱就会收到一封验证邮件，直接点击就会跳转到资料填写的页面。这边可以选择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注册企业，比如我这边选择大陆企业，下面是需要填写的资料。如果我们还没有决定好要不要正式申请，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暂存，稍后提交，系统就会直接跳转到后台。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功能菜单，或者点击右下角的帮助菜单。在帮助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账户各种常见问题，比如注册、收款、提现、费率、退款等。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了解。如果觉得 Pimple 还不错，符合自己的要求，那么可以直接进行资料填写，完成认证。认证很简单，提供注册页的资料即可，当天就可以审核通过。
我这边用一个注册成功的账户登录，向大家演示一下主要功能。登录成功后，我们点击收款账户这个菜单，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开通好的账户，其中包含一个多币种账户，开户地区是新加坡花旗；2个美国的收款账户，开户地区是美国富国银行；一个英国的本地账户，开户地区是伦敦花旗；一个欧洲本地账户，开户地区是卢森堡花旗。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申请新账户，我们可以申请2种类型的账户，一种是全球多币种账户，开户地区是新加坡花旗；另外一种是境外的本地账户，优点是当地银行，收款速度快，费用低，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本地账户有英国、卢森堡、美国3个国家，这3个国家都是开通的花旗银行的账户，其中美国也可以开通富国银行的账户。我们选择好以后，直接点击申请就可以开户成功，非常迅速。我们在提现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收款账户的余额，选择账户之后就可以提现。目前提现方式有2种，一种是换汇提现，直接人民币入账到国内的银行账户，没有外汇金额的限制，手续费只要 0.4%。另一种是直接提现到国内的多币种账户，有5万美元的限额，同时需要企业有进出口的经营权，优点是可以申请退税。我个人建议大家申请第一种。付款这边我们可以把我们收到的钱直接转账付款给供货商，我们点击添加收款银行，输入收款人的名字、收款类型、收款人所在的国家，点击继续添加银行账户，这边输入收款人的信息即可。下面需要上传合同或者物流信息来验证付款的用途。以上就是 Pingpong 公司的银行账户开户申请的操作演示。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讲的是义乌外贸商户银行卡被冻结的风波。很多义乌外贸商户的银行卡被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冻结，主要原因是义乌外贸个体经营户在收取货款时，主要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而外商他们无法直接用人民币付款，所以往往会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给义乌商户货款，而一些电信诈骗往往也是会和地下钱庄合作，所以一些无良的地下钱庄就把这些诈骗的赃款直接变成货款转给义乌商户进行洗白，这就造成了义乌商户的银行卡被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频频发生。银行卡被冻结，义乌商户的生产经营困难，不少个体户面临着破产。外贸商户使用地下钱庄收款也是万不得已的做法。很多来自欧美的客户，如果他们支付外币，由于国内的外汇管制，资金到国内的银行的时间成本和换汇成本也很多。义乌小商户出于资金流转周期的考虑，其实是不愿意走正规的银行渠道。另外，用地下钱庄付款更加的方便快捷，直接人民币入账，资金立马可以到账使用，也不用跑银行兑汇。还有很多家庭作坊里的小商户自身并没有进出口的资质，这也就导致了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收汇途径。国内的正规的换汇机构，比如银行，换汇成本是地下钱庄的2到3倍，相比之下，地下钱庄无疑就是更好的选择。而 Pingpong 这个平台能够解决以上所有的痛点。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平台，能够真正考虑这些外贸小商户的实际情况，推出这个完美的境外收款解决方案。如果大家在注册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